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达哈沟中文频道。很多人都说做业务最重要的是口才，但真正开始工作之后才发现，客户愿不愿意相信你，靠的好像不只是说话。尤其当你只有20几岁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群经验比你丰富、年纪比你大的企业老板。今天邀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掌声欢迎 Gary 王。Hello。好，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你举个椅子吗？我需要有一个安全感，白白的东西让我很有安全感。好，你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 Gary， 然后我目前在越南做物流业务的工作，没有什么好讲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很无聊的一个人。做业务累不累？累，非常之累。OK， 那你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进入到物流业？其实我一开始过来越南的时候，我是毕业之后我就过来越南，马上过来越南。那我一开始是先做了鞋厂的采购，然后接下来刚好有看到有个业务的工作在征，然后我就想说好，那不然我去试试看，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我就是想要做业务，我一开始从到越南的时候，我就是想做业务，所以我其实也是走走看看，然后刚好有这个契机，那我就去申请看看，对，然后我就进来了。那你今年几岁？等一下，让观众先猜来看。好，给你们5秒，5、4、3、2、1。好，有人猜35，有人猜28，还有没有在喊价的？40，有没有再高？45。好，来公布正解。我是2000年生的，25岁。天哪，看得出来吗，各位？看不出来了，大概是看不出来。OK， 好，因为其实业务它要的能力其实就是你要敢，对不对？对，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敢。那其实很多人刚开始毕业的时候，他不太敢做业务。那你会选择做业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最想做的东西其实就是商人。那商人的话，我就在想说，那我商人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第一个谈判，或者是口才吧，或者是跟人家交流的能力，对吧？那我觉得业务是一个可以完整全方面训练这些能力的一个工作，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也都是业务出身的。那我就想说，好，那我这个就是我一个蓝图的第一步，那我就想要来做这个业务这个工作。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可能公司老板在谈合作的时候，那个场景是怎样吗？会不会很紧张？大概记得不会很紧张，因为其实因为家庭因素，所以其实比较生活上就是在求学啊，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虽然说我现在也是个小孩子啊，但是在这更小的时候，7、8岁的时候，其实就是身边已经有很多的老板。那我看到，我在工作之后看到的老板，虽然说谈生意的时候，跟我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压力还是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啦，就是我熟悉的老板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不太紧张，我不太会紧张，因为是你的家庭背景。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关系，你会跟我自己的性格也有一点关系。很多人说做业务就是要很会聊天，很会说话，你认同吗？不认同。很会说话是一定的，但是你如果说你一定要性格开朗、外向的话，那不一定。很多 I 人，这个 Carrie 应该已经有。好，你还是要再解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前面的，我不解释，你去帮他冲那个流量。OK。I 人是什么？I 人就是说比较内向一点的人，对，那不代表他不太会讲话。很多的网红，很多的那种什么 YouTuber 之类的，他们都是 I 人。那 I 人不代表他们不会讲话，他们只是比较不会主动去就是疯疯癫癫的这个样子。对，所以你觉得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就讲一个最重要的。察言观色。察言观色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你需要长期训练出来的
一个能力，就是读空气吧。如果是以日本来讲的话，就是你要会读空气。OK， 你要知道，客人喜欢什么，这个人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然后他现在的心情是什么，你需要怎么去应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能力，我觉得。那要怎么训练读空气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天才。不要剪辑我们这部影片，好不好？不是，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常识的东西，但是我出了社会之后，我发现好像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读空气，就是北吧，白目会白目，但是我会比较难去理解说，为什么你会做这种事情？其实这个主要就是看你平常有没有。对，我觉得看你平常接触的人，然后你平常会讲什么话，然后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会读空气的人？我觉得还是近朱者赤。你有没有因为曾经年纪因为很年轻，然后就被看清？不上不下才是最尴尬的事情。你当业务的时候，你过于年轻，其实老板们会比较喜欢。他们会觉得说，跟你出来的时候，跟你交谈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变年轻了，他们也很愿意的去说，年轻人嘛，给个机会。对，所以说，如果是比较不上不下的年纪，然后你再来做业务的话，可能老板们会期望你有一个专业能力，但是你也其实也才刚入行，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你怎么这个都已经这个年纪了，你还比较不会去讲话啊，或者是你比较不会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年纪是一个优势，年纪轻是一个优势。你有冲劲，你跟老板的年纪差距大，他们就会觉得新奇，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好像也变年轻了。对，这个是一个优势，我觉得。我发现好像做业务你要很常去应酬。我自己是还好，其实都是我自己爱喝，都是你自己爱喝。对对对，所以不会喝的人也可以去应酬。当然，基本上都是我去逼酒啦，所以可能是老板跟我应酬，不是我去跟老板们应酬。好，所以各位老板们欢迎约他，好不好？灌他酒 ，OK。好，在跟就是企业合作的过程当中，跟一些老板合作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还是他们比较在意什么事？他们比较在意的事情，基本上如果是以台商的老板来讲，他们会比较在意服务。台湾的老板比较不会，当然钱多钱少这个东西是绝对量化的东西，这个一定当然是越低，我给的价格越低越好嘛。那但是他们会更重视的是服务，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去跟着，就是要提供，其实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还有专业能力。对 ，OK。那你有被拒绝过吗？一定。那你是怎么就是化解那种？化解是当下化解，还是你去都有？可能当下事后。当下的话吗？那当然就是OK， 我觉得已经没料了，没戏了，那我就好，那就谢谢，就走。那后面的话，因为我觉得说做业务你就是要赶。就是像刚刚讲的，你就是要赶。那你在被拒绝之后，你也要有一个心理素质，就是说没差，下一个就好了。就是工厂这么多，那客人这么多，那一个拒绝之后，你还有下一个。那你不要把这种失败一次的失败毁掉你剩下你去拜访其他客人的心情。对，你会把这个失败放在心上的话，你可能就会畏手畏脚。那你下一次又会再失败，然后一步来，就是一个死循环。哇，非常好的建议。回顾就是看这几年的工作啊，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体重，完全就是体重。你们敢信吗？我之前是55公斤，我刚来越南的时候，我来了2年半，我刚来的时候是55公斤，我现在77。等，在短短的4个月内。好，我们这边会放他刚来越南的时候的样子。然后呢，可以这样。有看到那个下颚线吗？没有。对，照片会有。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会有椅子？对，要遮一下。要遮一下。对 ，OK。我会认识 Gary 也是很久之前认识他的，但这几年我可以看到他的转变，是他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业务。就是从大概体重60几，现在你认识我应该是65公斤左右的时候。对，那时候很瘦。对，那为什么这么多
业务当中，我们找了 Gary 王来上节目，就是他有他的最厉害的地方哦。那也要很感谢他今天非常诚恳的分享。我想做业务不只是要会把产品介绍出去，而是在建立一份信任。也许年纪轻真的会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证明自己，但是只要你愿意学，愿意累积，每一次的挫折都会成为你下一次成功的底气。希望今天 Gary 的分享也能带给正在职场打拼的你一些勇气。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谢谢 Gary 王和他的椅子。好，谢谢你收看，大家再见，拜拜。